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當然，歡迎大家多多的表達您的觀點與意見。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來歡迎今天的三位來賓。首先來歡迎的是前大使、資深外交官謝文基大使。何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大同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張群義老師。何榮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還有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繼文，繼文兄。何榮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們，我們先來看這個禮拜在科技的熱點哈。我們都知道，中美科技競爭呢，美國對中國大陸採取了千方百計的封鎖跟圍堵，那不斷的呢在晶片製造，尤其是高端高階晶片製造上面想辦法的圍堵哈。但是華為最近拋出了濤定律這個突圍之道。來，在畫面當中呢，這個濤定律是如何呢？華為的董事半導體業務部的總裁叫何庭波，他在上海舉行的2026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面呢，正式提出了濤定律，希望呢用時間縮微代替這個傳統的幾何縮微，突破物理上的極限作為未來半導體發展的核心路徑。如果您聽到濤定律，可能跟我一樣是鴨聽雷是聽得一頭霧水，所以呢，我這個禮拜特別也去查了一下，跟大家科普一下。傳統上呢，我們在做半導體的時候呢，晶片製造呢，其實都會適用這個摩爾定律這是大家一般所熟悉的。摩爾定律的核心概念就是電晶體越做越小，是同一個面積，就是這個晶圓上面呢可以容納的電晶體數量越來越多。那就是從90奈米呢，大概可以做21個，21個，然後一直做到2奈米你上面越來越密集，所以呢，大約做到了1000億個以上的電晶體，但是這樣的製程從90奈米到2奈米呢，是不斷的往先進製程，而且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核心技術呢，就必須要透過半導體的製造設備，也就是常常聽到的光刻機就像現在的 EUV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先進製程。可是大家知道 EUV 大陸方面被美國封鎖，所以呢就提出了華為這個濤定律。濤定律呢就是把東西做得更小，這是摩爾定律。那濤定律是讓訊號跑得更快，也就是說不一定要把東西做得更小。好，它的核心2個關鍵，一個是時間縮微，我們剛剛提到，另外一個就是邏輯折疊。這個邏輯折疊，簡單來說，傳統的設計上面走的是平面路徑，從 A 到 B， 我們看到都要這樣一路這樣一步一步走。但是邏輯折疊其實就是呢，透過像是一個平面道路變成了高速公路的一個高架，然後呢有交流道，所以呢你就縮短了 A 到 B 之間的路徑。好，摩爾定律呢其實就是把東西做得越來越小，可是呢濤定律呢是說我用時間縮微跟邏輯折疊，然後呢讓系統來協調，你的效能還是一樣可以提升。簡單來講一句話就是不是比誰的這個電晶體做得更密集，晶片做得更小，而是我同樣可以達到一樣的效能。好，那濤定律呢？當然，這個華為是說到2031年可以製造出相當於1.4奈米效能的高端晶片。這邊特別要強調的是，華為它強調可以達到1.4奈米等級的電晶體密度跟效能，並不是說它就可以直攻到1.4奈米，這個部分要特別的說明清楚一下。那我先請教張老師因為今天特別請您來您怎麼看華為的濤定律？因為其實在一個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它的 EUV 被封鎖，所以必須要想出另外一個技術路徑，怎麼看？好，那其實剛剛何偉已經簡單介紹了這個所謂摩爾定律以及這個濤定律的這個部分。那摩爾定律來講，其實我們如果用一個示意圖，就是舉一個比較科普的例子，就是我們在正常的一個面積裡面，大家想辦法就是把它越做越小，那我在同樣的面積底下，我就可以塞越多的，不管是人或者是電子元件。对，所以它概念上來講，就是我想辦法把它越做越小，越做越小。那所以我们以前講的所謂幾奈米、就是指的那個元件的線寬。就是當我這個元件的這個線寬可以做得越小，那當然我的整個元件就可以縮小。但是它有物理極限。對，它的極限基本上隨着我們現在的所謂10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之後，現在到了2奈米的量產，其實越來越難。為什麼？因為我們常在講，大家應該聽過原子。
那原子的大小大概就是這個0.1奈米。對，哦，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講說台積電現在是2奈米，意思是20顆原子。哦，所以它的這個難度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高。哦，那要做到這麼小，難度高，那所以呢，那可是我們其實以往在不管現在所謂電子元件的這個方向上來講，要為什麼要縮小？縮小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距離越近，它其實就可以跑得越快。對，那跑得越快，我距離走得越短，我當然也越來越省電。有點像是2個房子中間那個路越來越窄，越来越窄，越来越靠近。对，越来越靠近來講，第一個我速度很快就可以到，那再來就是說我也不用走那麼長，所以我也相對省電。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每年台積電的這個幫蘋果做的處理器，每年推出新的製程，為什麼他一定說，我效能可以越好，速度越來越快？是。然後再來就是我為什麼可以省電？就是因為這個跟製程微縮的概念。對。那可是這個剛剛和榮這邊也提到了，在中國大陸、中國這邊呢，它其實受到這個制裁，受到這個。EUV 我們講曝光機或光刻機這個部分被卡，那所以呢，在這個微縮的這個部分來講，它受到了限制。那這時候怎麼辦呢？其實那想到就是，如果我沒辦法做小，可是我還是想辦法讓它可以就是快一點到我要的目的地。那這時候來講，就不一定是就從這個2D 平面的概念轉成了，就是那個圖上面 A 到 B 原本是走平行的，对，這個我原來平面平行是我要走這麼遠，但是我想辦法做高架，或者甚至把它堆疊起來，做折疊起來，就像我們常常講說，這個一張紙的2邊最近的距離其實是把它折起來。其實就像這樣的概念啦，就是你原來從 A 到 B 是，然後呢，但你現在縮短它的路徑，就是把它折起來。對，這 A 到 B 的時候就縮短了，你再折的話就更短了。对，所以以後來講，我們可以預期得到，其實華為這邊它有稍微提到說，這個折不是只有變成對折而已。因為現在黃仁勳這幾天在台灣，他有被問到，他說其實這個濤定律也不是新的一種技術，哈，只是說它是一個技術路徑，但是呢，它不會對台積電造成影響。沒錯。但是確實，他也承認這是華為的重大突破。沒錯。那我要問的就是說，如果這個重大突破一旦從理論變成了可實行的技術路徑，那未來會不會變成了華為成為他們這個所謂不是彎道嘍，而是換道追上，甚至是超趕的一個重要關鍵？好，那其實這裡面牽扯2個觀念。第一個是因為以華為的角度來看，就是它被卡住了，所以它一定勢必得換道，所以換道是一定有。但是能不能超車呢？那基本上來講是不太可能。如果要跟台積電做對比的話，但有機會趕上。对，就是距離會越來越近。是。那這樣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其實包括說在這邊所提到的所謂這個折疊的概念，那其實就是我們其實所講的所謂先進封裝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那先進封裝的概念，其實如果各位在先前台積電相關的這個技術裡面，大概也都聽過所謂這個不管是 TSV 就是矽穿孔啊，或者是做所謂這個3D 的這樣子的一個堆疊立體堆疊先進封裝的這樣的一個技術。所以其實台積電也是很早其實就已經開始在做這件事情。那只是台積電有個好處是，它沒有被美國卡這個曝光機。也就是說，台積電的角度上，它可以同時把元件越縮小，而且它也可以把這3D 堆疊的這樣子的概念，其實同步2條路它同時都有在做，同時都有在走。那但是華為因為在這個曝光機、光刻機的部分被卡住，所以它只能從這個堆疊的部分、濤定律這個部分來走，就是想辦法讓我的這個速度越來越快。就是這是一個不得不的決定，因為只有這樣子辦法才有辦法突圍哈。是。那對於中國大陸這個半導體的技術提升呢，其實最近的國際這個頂尖投行啊，就是伯恩斯坦呢也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啊，特別對於大陸的半導體板塊評比，他們是維持在跑贏大盤，也就是 outperform 這個評級，並且呢也指出中國半導體的產業即將迎來另外一個 DeepSeek 的時刻。而就在濤定律發布的當天，也根據這個第一財經的報道說當天的早盤，包括華為盤股概念股呢就呈現開高的格局。所以拉回來看，華為在 EUV 被封鎖圍堵的情況之下，大使他們試着用濤定律這條新的技術路徑，那也凸顯出美國的圍堵這樣子看起來雖然是有效，可是呢，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發展它一樣
不會坐以待斃的，它必須要繼續往先進製程繼續的一路攻下去，不斷的去思考它的突圍之道。那您怎麼看？對，這個就最近我看很多報道啊，有一個標題我覺得用的還蠻貼切的，就是說美國可以封鎖 EUV， 可是沒有辦法封鎖華為人的頭腦。所以很多事情是創造出來的，所以是不斷努力啊，用創造的方式是，然後累積的方式，不斷尋求新的路徑。這個不是說突破，這個是換道。對，你從這個 A 軌道已經換到 B 軌道了。那當然就變成就是說，其實這個衝擊還蠻大的，因為連續好幾天，這個西方的媒體啊，主流媒體都不斷在報道這件事，每天都有新的。那我覺得就是說，Wall Street Journal 他最近的講法說，這個就是中國芯片的突破局的一個方案。對，那本來說這個追趕的時間是5到8年，現在他們估計是3到5年。那華為自己定的時間是2031嘛，是5年，沒錯，1.4奈米的這個效能所以這個中間就是說，華為現在在這個新的所謂的韜定律，它不是0開始，那他說我已經做了380個，我已經做了381個元件，晶片出來了。所以事實上的話，這個就是華為的手機啊，這個事實上這幾年的手機。就是突破這個美國封鎖以後製造出來的手機啊，事實上那個時候一出來的時候，西方的各大的這個團體啊，工業团體就已經在拆解了。对，當時就說沒錯，7奈米，而且是自己做的。那你沒有 EUV 情況，你做出7奈米，那個時候就在拆，就是2個技術，就是梁孟松的重複曝光，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堆疊，就是用這個新的技術路徑，先進封裝。那所以這一次。這個大陸這個事實上何庭波只是把已經做了很久的事情，他正式用一個概念把它概念化出來。這個做 presentation 來講，它是很有衝擊性的。摩爾定律 versus 什麼？對，韜定律。韜的話，大家都是 time 嘛，它的就是時間，用時間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用一些簡單的關鍵字來解釋解釋這個韜定律的內涵。什麼邏輯折疊啊，就是折疊啦。對，那不過就變成就是說，現在大家都在看。對，那事實上的話，這個科學的突破、技術突破，我覺得2樣東西，一個就是說你要有人才，另外要有資金。那華為的資金，事實上看起來，最近 DeepSeek 在這個 V4 新的版本裡面啊，它最大的突破，除了它本身的能效提升以外啊，它是使用華為的昇騰晶片，那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不斷的要走這個AI 的2個重要的這個一個是算力，一個是算法的這2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怎麼樣結合在一起？是。那所以他現在把這個華為的芯片叫中國大陸，就是說做大模型的這些產業它所要使用的算力有晶片部分它從 DeepSeek 你看它已經保留給華為了，所以華為我覺得它基本上就開始，基本上它有市場，它有不斷的收入，對，這个收入就是投入到未來的研發。所以綜合大使還有張老師2位老師的說法，我們結論得到一個初步結論，就是你這條路把我封住了，但是我換另外一條路走，我雖然沒有辦法能夠超越你，可起碼我能夠拉近跟你之間的距離算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中美科技競爭接下來呢，除了在晶片製造上面，也延伸到了太空領域最近有一段特斯拉的創辦人馬斯克他接受專訪這個影片當中呢，他就直言，他說全球最頂尖的所有先進科技產能全部高度集中在台灣，還特別說了一句，他說得台灣者得天下引發熱議。而他所創立的 SpaceX 呢，在6月12號即將要正式掛牌交易也號稱是史上最大的 IPO 案，也傳出可能會把特斯拉到時候呢一起併進來。那現在呢 SpaceX 呢已經向市場進行了3輪募資，累計呢已經向市場募資大約有90億美元主要的法人在畫面當中您看到包括像是富達投資啦、Alphabet 紅杉資本等等。那我們都知道呢 SpaceX 呢它的商業模式3個板塊，包括火箭發射、Starlink 還有未來的相關業務。
它也是第一家建立了这個可以重複使用的火箭啊。那 Starlink 呢，則是 SpaceX 呢最重要的獲利來源，目前是如此。好，那 Starlink 的經營呢是透過低軌衛星作為網絡連接的業務，它的用戶呢是使用訂閱制來收費。這位先我請教哈，這個有分析認為說，這一次SpaceX 它可以看成是一個太空經濟進入到資本市場的里程碑哈。第一個，對於太空服務、太空市場的服務啊，您覺得意義在哪裡？還有就是特別 Starlink 它的低軌衛星，這次在俄烏戰場上有沒有看到有實際的應用哈？那未來民用跟軍用太空技術有共用可能嗎？其實馬斯克這個 SpaceX 這家公司我認為開創了很多這個太空科技的運用，特別是商業運用非常的成功，包括這種可回收式的火箭，其實它很明顯的把這個運載火箭發射，不管是衛星發射各種這個太空器，它的成本大幅降低。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也急着要開發這種可回收式火箭，包括這個長征10號、長征12號，另外像這幾年陸續進行測試的朱雀3號，對，都是這種可回收式火箭的概念，基本上就是沿襲的馬斯克這發展路子來走，來進行競爭。否則，中國大陸其實評估過，如果不在這個地方積極追趕，它在太空這個商業發射這個部分，它的整個未來的市場其實會缺乏競爭性哦。那 Starlink 其實亦復如此。那 Starlink 過去以來，那最明顯就是俄烏戰場的使用。對，那發現這個俄烏戰場，那俄軍用了很多手段要干擾 Starlink 的訊號，其實都沒什麼特別的效果。更吊詭就是俄軍自己也用 Starlink。就是變成一個交戰雙方都在用 Starlink， 因此，那 SpaceX 後來這個巧妙設計的關閉局部的一些服務，造成戰場上一些戰局的一些很重大的影響，對於戰場的戰術層面的變動產生一個非常微妙而核心的影響。對，這就代表 SpaceX 它的 Starlink 的服務在全世界範圍內，我認為不只是國防安全。戰爭，它在商業市場其實它的運用前景很大。特別我們坐過飛機的人都知道，現在就是飛機上很多已經可以開放給大家在飛機上使用網際網路。還有在海上，還有在偏遠地區，像這個沙漠、深山這種沒有地面基站的這個狀況下，你是 Starlink 可以提供無死角而且寬頻的服務哦。因此，這樣的服務就讓大家意識到，哇，這個 Starlink。確實是一個巨大的蛋糕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現在也要搞它的什麼國網星座啊、千帆星座，各自要發射大概1.3萬顆，還有1.5萬顆哦。這就是為了追趕 Starlink 這個目前已經在軌1萬顆，所達到一個覆蓋和商業運作巨大的效果。對，目前 Starlink 它保守估計它的客戶已經有1000萬，我想未來它的版圖還會進一步擴大，再加上未來大家還考慮到馬斯克之前提出的所謂太空算力，未來太空的運用，這個算力 AI 的競爭裡面，太空可能也是一個巨大的一個高地。因此，對於太空未來科技的運用，還有它所附帶的商業效果，我認為是大家都看得到。這是為什麼這個 SpaceX 一公開募集資金，那大家踴躍參加，就是因為包括科技的前瞻性以及巨大的獲利，這都是未來可期的。所以現在市場上非常關注啊，因為這個是號稱史上最大的一筆 IPO 的案子啊。但是呢，當然這個時候今天的最新消息也看到，丹麥的退休基金其實對於SpaceX 呢這個 IPO 的估值啊高達1.8兆美元啊，認為太虛了一點吧。我們等一下回來要聊的呢，就是還是馬斯克啊，因為馬斯克希望建立一條龍的晶圓供應鏈，可能嗎？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